美国高超音速导弹落后产生的焦虑，战争变成第一次骑射之战，谁先开枪谁就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近日，南华早报引述国外专家的观点称，美国正在开发速度至少为音速5倍的武器，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快速发展。但是，美国却出现了连续试验失败的情况。美国的军方现在是非常的焦虑，但是越焦虑就越容易出问题，违背武器装备研发的客观规律，导致在这个最为关键的未来作战系统落后于中国与俄罗斯。国外的分析人士说，高超音速导弹的拦截和防御非常困难，这意味着这场战争可能成为第一次骑射之战，或者说呢，谁先开枪谁就赢。新出现的高超音速武器的军备竞赛，增加了误判和报复性打击的危险。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高级安全分析师迪莫西·希斯表示，似乎肯定有一场高超音速导弹军备竞赛正在进行中，因为这项技术是新的，没有防御措施。这些国家发展高超音速武器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威慑的目的，因此西方国家正在建立自己的能力来威慑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随着各国增加高超音速导弹的库存，最终的结果可能会加剧紧张局势。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高级分析师马尔科姆·戴维斯称，我认为使用高超音速导弹，它实际上很可能会成为第一次骑射的战斗，也就是说，先开枪的人获胜。来自检视防务部门的安全分析师里兹万·拉赫马特表示，高超音速武器的扩散加速了现代作战行动的步伐。那么，未来的大国战争真有可能变成一波决胜、发现及摧毁的作战模式吗？其实并不能这么说，还要看交战双方的战场环境。如果是陆上两个大国之间对决，那么高超音速导弹仍然是点穴战的利器。但是面对成千上万的目标，高超音速导弹不大可能成为决定性的作战力量。如果是夺取制空权之战，高超音速导弹打击敌方机场、后勤保障中心和弹药库等目标，就成为了非常有用的利器。但是这还要取决于导弹装备数量的规模。如果是水面舰艇的大决战，那么高超音速导弹才是最有可能的一波决胜。因为水面舰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目标集中，如果在第一波次的打击中被毁，或者呢让他们失去了战斗力，那么夺取制海权的任务基本就结束了。如果我们在对应正在积极发展的高超音速导弹的中美俄三国，就可以发现，美国是以航母为主的海上霸权，其实它更为害怕高超音速导弹时代的来临。不过，高超音速武器系统虽好，也面临着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制造成本过高。美国人估计，一枚高超音速导弹的列装费用超过3000万美元，那么也就意味着这是连大国都玩不起的武器。那么，什么样的导弹才能真正的改变未来战场的态势？关键不是谁的技术路线更先进，而是谁的制造成本更低，能够大批量的生产和列装。美国人现在重点发展的只有5倍音速的高超音速导弹，也能证明这一点。因为只要是对手无法拦截的，基本上也就够用了。超音速10倍、15倍甚至20倍的导弹，虽然突防能力更强，但是它的成本也更高。在高超音速武器时代，意味着发现及摧毁，也意味着对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信息链传输的稳定性都非常重要，需要一个国家打造一整套的作战体系。在当今之世，美国不但在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上落后于中国，恐怕未来更难受的还是在列装数量的层面。中国在1999年大阅兵时就已经成建制地列装了东风17，充分证明了我们才是真正有条件
使用高超音速导弹塑造未来战场态势的国家。美国目前还在屡败屡战之下推动其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而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技术已经全面开花，未来有可能连空空导弹这样的战术型导弹都能够实现高超音化，美国人恐怕就要面临在高超音速技术领域被中国和俄罗斯全面压制的局面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